好，我们看到对岸的解放军今天清晨宣布了，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来进行相关的科研试验，还有研究的工作。不过在前一天哦，日本就已经发现到福建舰现身钓鱼台，而且日方它的海上自卫队还派出了 P3C 的反潜机进行警戒跟监视哦。那你也可以看到呢，海上自卫队是这么讲的，他说没有发现福建号有舰载机起降的迹象。那今天早上这一幕啊，是从渔船的视角看到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您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这是海上在附近作业的一些渔民啊，他发现了福建舰在他的周围出现于是用很简单的手机拍下来的画面。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它的周围有安全区域，2架武直十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这个武直十来护航。那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监视的画面，您可以看到福建舰它是从南往北走嘛，那它附近有很多作业的商船呐、渔船呐，其实某种程度也绕开了一定的这个航机让它来航行。那我们看到解放军，当然他有说，这是正常的安排，不是针对任何的特定目标。有专家讲说，福建舰正式入列的日子越来越近，中国3航舰的时代指日可待。那当然，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国防部是说，一切都在掌握跟监控中。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国际的媒体的报道，说中国已经投入巨资打造一支海上力量射程更大、速度更快的核动力潜舰的这个舰队。例如，目前正在研发的095型的核潜艇所以是下饺子嘛，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讨论。而我们刚刚讲到直十是在护航这个福建舰的，可是现在有一个直20T 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画面曝光了这也是来自于军武迷来发布的。观瞄系统更先进可以挂载所有的型号的中国大陆产的导弹。而另外呢，这个画面呢，其实也是透过一些军武迷他们释放出来的。我们看到当然中国大陆的军力它的武器的设备透过93大阅兵的时候，外界可以一窥它的实力的1、2，可是真正的实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看到稀土武器化这件事情，在中美的贸易互卡脖子的时代，我们不断的在提。可是现在呢，包括南华早报就报道了，他说镓对于雷达技术非常重要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控制了全球98%的镓的产量根本就是垄断嘛所以呢，这个美军或者是其他想要制造军武的这些厂商，其实真的是蛮费劲的对于这件事情呢，也打击了美国的雷达还有飞弹的技术。那美中的竞争不断的在进行，是现在进行式。川普到底会怎么应对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何立峰他下一个礼拜据说会跟贝森特会晤，2个大国要讨论什么呢？贸易还有国安的议题那这个是我们看到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而另外呢，川普做了一件事情这是不是一个 sign 是不是一个这个预兆？对于对中鹰派的官员他提名撤销了这个人大家看一下这一位先生他叫做海德他本来被川普提名出任美国商务部出口管理助理部长的人事，因为他要负责国安相关的出口管制这个不要出口到中国大陆去，帮助中国大陆发展科技。可是现在这个人的人事案被撤销了所以也有他们国内美国的专家就很忧心说不希望政府打算进一步减少美国对中国销售先进技术的限制，所以他是要放宽了吗？外界也都在议论纷纷。而另外包括太空站也是美中竞逐很激烈的一块区域。我们看到 NASA 现在更进一步禁止中国大陆的公民越雷池一步过去它
某种程度是有放宽，就说如果你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你可以当承包商啊，你可以当研究生啊，或者是大学里头的科研人员这样子的身份去参加 NASA 的研究工作。可是从9月5号开始，中国公民一律禁止你登入总署的数据系统，也禁止你参加实体或者是网上的工作的相关会议，把它整个围堵的密不透风。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川普这样疯狂的围堵，到底有没有效呢？我们讲的是贸易，中国大陆它减少对美国的出口没有错，过去3个月，可是对于非洲啊，还有东协啦，还有欧洲的出口增加非常多，甚至欧盟进口的中国商品比美国多了60%哦。那另外有一个订单来了，这是 C919，中国大陆自己造的商用大飞机。它第一笔海外的这个订单来了，就是马来西亚有可能或者是马来西亚旗下的亚洲航空可能会买可能是第一个海外的买家。来，请教赖老师。如果福建舰交付这个大陆的海军使用的时候啊，大陆就正式进入了3航母的时代。3航母有什么意义啊？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想这个吕氏在这边啊，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的海军有1/3是通常都是在维修，那有1/3的舰队，它基本上是在训练，另外1/3是在执行勤务。那3航母的一个时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未来它一旦任务需要的时候，它至少会有2个航母战斗群可以去进行这个军事的行动。虽然说有1艘在维修，但是有1艘训练随时可以转化成为作战军事任务，那另外1艘是在执行勤务。那这个等于是说2个航母时代可以进行打击的这个意义在哪里？美国过去的打一场区域战争的时候，不管他对于阿富汗也好，或是对于伊拉克，或是对于中东的任何一个国家，他进行一场区域战争，甚至在奥巴马时代在南海，他本来也想对中国大陆进行一场区域性的在南海的军事冲突的时候，他通常展现出来的摆出来的架势就是双航母的战斗群的一个架势。那你想想看，以美国这样的一个航母的一个有经验的老手来讲，他打一场区域战争都是双航母。那中国大陆也已经具备有双航母的一个战斗的一个时态，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有能力打一场区域战争了。这个打一场区域战争，简单的来讲，如果在南海，那要打菲律宾的话，那就有足够的2个航母打的一个状态。过去解放军也曾经以辽宁舰跟山东舰在菲律宾的东部跟菲律宾的西部进行这个双航母的攻击的这样一个态势。现在有福建舰进来，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当中国大陆的这个福建舰编入列到海军的时候，那中国大陆的这种这个在区域战争的这种战力就可以跟美国相抗衡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以现在大陆的造舰能量，它只会越来越多，而不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今天有3个航母，未来4个、5个、6个、7个、8个这样的一个航母的一个呈现，我觉得会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战斗力。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潜舰的部分，这个是美国的海军的一个研究报告。美国海军的研究报告里面，他们现在越来越担忧，担忧。那法国的研究报告也出来了，在今天法国的大媒体里面，他也登出来，就是说，美国很明显的在潜舰这个部分，核动力潜舰跟常规动力潜舰这个部分，美国很明显的已经落后于中国大陆了，因为美国他们的理想的目标是维持每一年能够造2艘潜舰，可是他们现在做不到了。他们现在只能够达到1.15艘左右，也就是说，远远距离它维持每一年制造2艘这个核动力潜舰的时代，很远了。一方面是没有这个强大的造舰能力，2方面是这个国会编不了这个钱，3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原来的这个水面战舰跟水下战舰的年龄都太老了。所以他们一直在退役中，例如说雷根时代造的这个水面战舰，当初造太多，所以他们现在陆陆续续的都在快速退役，因为雷根时代到现在已经40几年了，这个当时造的那一批的战舰都要退役了，
那怎么办？因为现在水面战舰的能力不够，水下战舰的能力也不够，所以等于是青黄不接的时代来临。美国出现海军的青黄不接，而大陆正是如火如荼的，而且是最成熟的造舰能力跟造舰能量，一直在这个像下饺子一样一直在下的情形下，所以美国跟法国他们不约而同的，同样的都观察到这个海军的实力的对比，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代来临。这个是让这个北约的国家感觉到焦虑，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大海军时代已经开始来临了。它实力上已经有消长，差别很大。是，来请教舰长。我们看到刚刚那个赖老师特别跟我们讲有关于双航母的状况。那其实去年的10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辽宁舰跟山东舰，它已经是双航母的这一个进行这个photo exercise， 也就是拍摄的演练啊。那它把所有的舰载，也不是所有啦，他把他的舰载机以及他的这一个打击群全部拍一张，就跟美军经常在这个菲律宾海拍的一模一样啊。那我们讲到说这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啊，其实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航空母舰本身，而是它的舰载机以及它旁边的打击群。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有关于福建舰的本身啊，那它现在呢从5月27号，它完成第8次海试之后，到现在已经108天了。那这个期间，它其实没有进行任何的出海活动，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它的海试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它就是在准备那个交付部队，就是成军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它通过台湾海峡啊。不过，我们从对岸网友的这一个也是微博上面，我们看到一件比较特别的事啊。以前所有的这个解放军的军舰，包含航空母舰啊，那它都是在中线以西的部分。可是这一次，福建舰它是在中线以东的位置，当然偏的距离并不远，但是这就是一种姿态啊。那在我们看到2019年的11月17号，其实当时的山东舰也是从大连造船厂直接回到三亚，通过台湾海峡，然后它到达三亚之后呢，很快的就办理成军了。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研判啊，它很快要成军。至于所谓的科研试验以及训练任务呢，只是告诉大家日子没有那么快。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他在台湾海峡这边办护的舰艇啊，其实这里面又有猫腻了。为什么？因为它这是一个东部战区的编队，然后这上面的这个是8000吨的这个现代级，下面的是7500吨的052C。大家会觉得这2条船其实比较旧，那但是我们必须说，当这上面这一艘啊是杭州舰，杭州舰不是第一次跟这个福建舰同框，它在去年的5月4号，也就是第一次海试的时候，它就已经同框了。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隐喻，也就是未来它会编入东部战区？只是因为现在东部战区呢，它没有适合的港口，而且有另外一个因素，现在台湾筹获到了这个射程到达300公里的 HIMARS， 他们为了安全理由部署在三亚。而且按照中国大陆现在域外国家的一天到晚什么航行自由行动啊，或者是这个菲律宾的搅局啊，其实它放在南海也是很合理的。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是不是8个月到1年之中，山东舰也会很快的进去就跟辽宁舰一样进行性能提升。性能提升它不用很久，大概1年就出来了。也就是在隔一年2027年的时候，正好是解放军3艘航母全战力投入那个附近台海周边的反介入。所谓的反介入就是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反介入的对象是美国以及那个其他域外国家，例如说加拿大啊，例如说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是了解。来请教董哥。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辽宁、山东、福建那这个战力展示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最厉害的不是这一些呀因为这是93的那个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那个55马赫是什么一个概念，没有东西可以拦截的。大家想一想看那弹头是核武，全世界没有东西可以拦截的。好，那我讲其实现在大家记得上个月8月12号那时候美国就宣布了说所谓的中美这个关税战再延长3个月那他前面已经延长了，为什么又要延长？因为他想跨过了川普要跟习近平碰面，这个时候不要再制造一些困扰这是企图就很明显。3个月，你知道 APEC 会议是在韩国的庆州举行，是10月31号，所以他是要跨过那跨过以后都连耶诞节的时候都那大陆的那这些商人都还可以卖很多产品到美国去所以它里面其实很多放松，或者他的美国的希望川普总统跟习近平好好的会面然后能给营造自己一个很强的一个意识为什么？因为这次的93川普意味深长的，因为他看到金正恩看到普丁，然后莫迪他们也都去了他看到了看到他们3个，川普很酸他说哎呀，中国大陆那个我都有看他们都没有感谢美国好像自己是很重要，都没有被讲到里面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因为川普做很多事情都匪夷所思大家都知道这2天在美国最大的新闻是一个名嘴亲川普的然后被人家杀害，真是很残忍，你知道吗？可是川普做了很多举动是很不可思议的。他事情一发生，他马上宣布，为了这个人，全国降半旗4天。他讲这是什么伟人是然后接下来说我要颁给他总统自由勋章。然后大家看了一堆的动作，他现在先下一个命令全世界的名嘴各位朋友，全世界名嘴跟新闻评论，谁只要用3笑就是说你把他当作笑柄，或把他来很不庄重的来批评的人，不准入境美国。那董哥你要小心小心评论，不能笑，这种裁决不能笑，对，不能笑。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你知道他们开始在收集全世界哪一些国家的哪一些名嘴，所以我们要用很严肃的心情。对，或哪一些媒体是在讲这件事情，用来那个的话不准他进入美国，用来做制裁美国的玻璃心也是很特殊。但是我讲大家可以看到，川普现在积极的想跟习近平会面，营造一个说你们93，你们这2个没有我分量重那我的分量是怎么样？我们才是我才是世界上真正的霸主。他要展现的这样，他想逼习近平做了某一些的让步，可以让他去敲锣打鼓。川普永远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那习近平没关系，你做第2、第3我都没有意见他要有一点这样可以自我炫耀，这就是他个性嘛。那我们往下看就知道，美国其实私底下会做一些让步，来获得他表面上的胜利。董哥刚刚提到的这位名嘴，他叫柯克那他是川普的政治盟友，某种程度他就是 Mega 派的拥护者。他31岁，蛮年轻的很不幸的被枪杀身亡。我们看到《时代》杂志今天出现的最新的刊物的封面是血红色的滤镜，上头大字写着 Enough 够了意思是说，现在美国的政治动荡或是互相仇恨，可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会变成催化剂，推动更多的民众走向极端像是美国的媒体 Political 也评论说，这种政治暴力的循环像这种死循环反复上演，已经变成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美国仪式所以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川普真的是这个不断的像董哥刚刚讲的，宣布全国降半旗4天要来悼念他，并且还要追授Cook总统自由勋章。而且他怎么说呢？他很悲伤的说，这位年轻人 Kirk 31岁，他原本可以成为美国总统结果现在殉道了，或者是说被枪杀了他非常有才华，他是自由的捍卫者要下令全国降半旗4天。而且真的他说如果有人敢为这个柯克之死叫好，或者用一种善笑的语气去评论的话，吊销你的签证，把你赶出美国那美国国务院还鼓励举报你发现你的邻居，你发现你的这个同学，你的朋友在善笑柯克，
这个 Kirk， 你可以去举报，这个很可怕。好，那我们要用一个很严肃的心情来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看 FBI， 因为他们要抓这个凶手嘛，有一些影像公布了。这凶手看起来也蛮年轻的，戴着一个帽子，还有一个墨镜说是这个人的背景可能不单纯呐，因为他身手矫健会飞檐走壁从屋顶跳下来这个大概1层楼高的这个角度，他就立刻这样跳下来，从这边这样跳下来所以呢，可能是职业杀手，他们还悬赏10万美金要把这个人给逮到。那另外我们看到呢，除了美国境内的动荡在中东也一样，还记得吗？前几天这个引起大家非常的哗然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纳坦雅胡去攻击卡达派了10几架战斗机去把一个这个楼给炸毁了。那可是他炸毁这些所谓哈马斯的领导人，他们正在跟卡达的安全官员在讲这个和平啊，或者在讲要释放人质的事情啊。基本上卡达是一个调停者，你公然跑到人家家里面去轰炸人家所以他们当然很生气啊。他说你以色列的行为是国家恐怖啊，纳坦雅胡的做法扼杀了人质的任何希望，并且破坏了和平的机会，必须被绳之以法。他们在讨论人质要不要被放出来，跟哈马斯讨论，结果你把人家给炸死，这些人质可能永远出不来了。好，我们再来看美国媒体怎么讲。他说，卡达遭到空袭之后，以色列公司被禁止参加杜拜的航展，作为惩罚，因为杜拜航展即将这个登场。那经济学人也痛批美国和以色列是区域的新乱源，这不乱搞嘛？所以中东权力版图大洗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海湾国家已经这个安全上面的考虑可能要重新思考了，因为过去美国是保证这些海湾国家的安全，现在它没有办法保证了。另外，在中国的助力下，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正在崛起为太阳能的发电大国，因为这个地方在沙漠嘛这个太阳能很大所以现在他们有一个转型，试图减少对石油产业的依赖。来请教赖老师。川普的担心在台湾我觉得是过虑了，因为我们台湾基本上就是师者为大嘛，我们很少说我们的文化不会说去讪笑、谩骂、攻击、批评那些已经往生的人，我们基本上不会这样做。但是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极端性的做法。这个极端性的做法就会引起了反作用力我觉得民主政治最根本的精神跟特质应该是包容，也就是我们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我们常常讲嘛，就是说我跟你的意见不一样，你的讲法我都不同意，但是我保留，我让你有完全表达的自由跟安全跟权利嘛。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必须要让你有讲话的机会。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刚好都已经走向相反了，越来越不包容动不动就拿屠刀要去砍人，用司法去迫害，然后造成台湾的民众对我们的司法不再信任等等，我觉得都越来越不包容，那越来越走极端，越来越走极端，我们看到暴力的事件就层出不穷了。尤其在美国，如果他们的政治一直在走极端，一直在不包容，一直在走这种暴力，我个人认为这个美国真的是已经乱了。现在的情况是，川普被在竞选期间被射击，对差一点死亡。坦白讲，那个不是儿戏，他是真的是运气很大，差那么一点点，他根本没有活路，就爆头了。对，就爆头了。那这位年轻人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看的影片反复看了，坦白说，这个真的是枪手是很准的，所以合理的推断是受过非常严谨的训练。那能够有这么严谨的训练，要不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种某种这个已经自己不断的自我训练，要不就是在于美国的军事机构是受训练的。那这样的一种人，是不是可以赶快查得出来？这个影片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很明显的，他是整个从埋伏到撤退的路线都是勘察很多遍，设计好，所以他的整个移动撤离现场，它是非常的流畅，然后包括他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这么高的楼，
他跳下去没事。对，那这个是身体非常的矫健，而且当他往这个沙坡往这个小山坡在跑的时候，一旦有行人过来，他马上减速，对，然后最后很从容的离开，然后混入人群，对，完全没有让当地的人感受到他有不一样的感觉。是，也就是说，他整个路径都是经过稠密的筹划。我们现在不晓得是孤狼还是团体还是组织，这个部分里面，美国要尽快破案，因为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然的话，我觉得《纽约时报》的推论是合理的，会蔓延。没错，没错，这个是很不好的事。FBI 现在已经公布了这个凶手的图像，并且悬赏10万美金。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以色列空袭卡达之后，像是以色列啊，它的所有公司都被禁止参加杜拜的航展了。以色列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禁止参加航展了哦。那在今年的6月17号，那时候以色列也是用了非常多的飞弹攻击了，伊朗。那个时候呢，其实巴黎航展也是一样啊。那巴黎航展呢，或者是这个杜拜航展，其实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航展了。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巴黎航展。其实我们看到这边拉斐尔，或者是这边 IAI， 这都是以色列的这个军火商啊，可是通通都用黑布拉起来，也就是人家担心它在这一个航展出现，其实会造成不确定的因素啊。那甚至外面呢还派上了特警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以色列这一些举措啊，他认为都是合理的，他认为都是可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的，真的是这样吗？还是为了纳坦雅胡他的一个政治生命可以不断的延长，不断的对外打仗，然后不断的有那个其他的国家施加压力，他就可以继续干下去啊？那以色列的武器啊。坦白来讲啊，它实际上来讲，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们刚刚讲到攻击多哈的这个装备啊，这个装备其实就是空射型的这个弹道飞弹啊。那这个弹道飞弹呢，其实不是以色列独家，而是以色列跟美国雷神公司合作的，而且必须要美国同意才可以使用。所以我们的董王川普说：“我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就被拆穿了。美国人根本就知道。”对，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董哥怎么看中东的动乱？各位朋友，今天在美国来讲是911，大家记得那个日子吧？双子星哦，那时候死了多少人？2996个人啊，那都无辜而死啊。那大家看那么残忍的画面哈，其实在全世界现在的残忍画面非常多。好，大家看以巴战争哦，他们为了对付哈马斯，在加沙走廊做了到6月10号的统计死了55104人哦，就是被以色列杀死的人就有这么多。所以怎么样杀人都是很残忍的，包括美国这个名嘴，他这个都是非常残忍的，你都不应该去鼓励去那个，大家可以看到都应该很悲悯，但是你可以看到哦，我们看到很多政治人物他的态度就是不一样啊。好，赖清德还在跟在野党斗气，他说屠刀不在我手上。昨天我们看到柯文哲在这个进去北检进去北院的时候，有记者问到这一题，他张大了嘴。我们来看看，屠刀一直都不在民进党的手上。主席赖清德说，行政没有干预司法，叫在野放下屠刀。你知道露露哥快点结婚吗？在野放下，谢谢。叫在野放下屠刀，屠刀到底在谁的手上呢？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认知是什么。屠刀一直都不在民进党的手上。好，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北院刚刚发回重审，撤销
柯文哲交保案，因为北检不是抗告吗？他抗告成功了，高院就说啊，你柯文哲的交保案要发回更审，发回重裁哦，所以现在柯文哲到底会不会被抓回去关？怎样哦？后续的消息我们都会密切的来关注。而另外，我们来看看民意怎么看。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显示，有42%的人认为柯文哲案是冤案，有3%不同意哦。社会看法的分歧啊，显现了哦。台湾应该还算是一个蓝绿哦，或者是一个政治上面分歧很大的国家。可是游盈隆就说，多数人来这边哦，多数人同意这是冤案。倾向是冤狱，这必然会滋生强烈的政治效应，带来可观的政治后果。而现在高院发回，北院更裁哦，柯文哲会不会被交保这件事情哦，可能还会再掀起另外一阵哦这个政治的巨浪。如果他又被关回去的话，那我们再来看看赖清德是不是对于抗中的神主牌这个牌要打到底呢？我们先来看看三军士官学校的开学典礼，赖总统一度搞混了军风哦。松口一情况愿意跟中国交流，因为他讲错了啦，空军忠诚，海军忠义，讲到一半他又改口，其实是陆军忠诚，海军忠义，空军忠勇的军风，讲错了，改过来。可是跟对岸有没有可能交流嘞？他说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中国如果可以跟台湾对等尊严，我们很愿意跟中国交流合作。而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呢，两岸都在做外交，拼外交，而且很罕见的，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台湾跟中国的外长同一个礼拜出访欧洲，同一个区域，都在中东欧哦。林佳龙9月10号在欧洲哦访欧之旅，而且地方就在捷克东欧这个地方。王毅是9月12号到9月16号。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国会议员也经常有一些国会外交。那来自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林楚英就说：“哦，我去法国，结果哦，亲身体验什么叫做中国外交人员的窥探，还有监视。我连吃个饭都有中方人员在楼下徘徊。”文化部长李远也几乎是一模模一样样的说法哦，说他在访问巴黎的时候也遭到中方干扰。好啦，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点像是沈伯洋？不过沈伯洋的这个情节比较夸张啦哦，大家来回顾一下。他说，2023年他在立陶宛参加世台会哦，结果呢，旅馆哦有人进来动了他的东西，而且还留下一个吃剩的炒饭便当。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悬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去调了旅馆的监视器，说是没有人进出他的房间哦，所以很奇怪。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很关心的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关税到底是几%哦？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哦接受 CNBC 的访问，他说跟台湾的大型贸易协议哦要出来喽哦。跟瑞士也会达成共识，可是我们比较关心到底是被课多少税呢？台美进展到底如何了呢？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说，其实这个听起来也是空话。他说，这个持续推进啊，双方皆肯认有一定的进展哦，就认为有一定的进展。可是进展到底是什么？讲了半天还是没有讲清楚嘛哦。绿色的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赖瑞隆就先报喜，他说，这个讯息哦，他解读透露了税率可望在下啊，可是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来到底税率会在往上还是往下都不知道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台湾关税谈判的背后包括华盛顿观察家报有说了一个内幕啊，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排队来跟川普面对面谈判都有照片啊，有影片。可是台湾的官员却意识到，他们似乎无法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可能就只能在门外徘徊，没有办法面对面。来，先请教董哥。大家看柯文哲这个案子就是这等于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地方法院上个礼拜5裁定柯文哲可以放，对不对？大家都看了这几天的一个情况的变化，然后柯文哲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就是现在台北地检署不服气，他就跟地方法院的上级高等法院提出抗告。高等法院刚刚的裁决，就是说你地方法院你过去压他的时候，跟现在放他的那个理由是矛盾的嘛，不能一致，所以就发回要求你再重新再来做裁决。
所以接下来就是看地方法院，的法官是不是同意把柯文哲继续再压起来。这个压起来当然会有一个政治的风暴那大家看了就是下来的过程就是这样。但是柯文哲显然有警觉，各位朋友你要看他刚出来的时候讲了很多话是很政治的，我绝不投降你们跟我收手了一整年什么都收不到那大家看了他有一些这样的发言。那后来大概律师跟他建议说，你出来最好全心全意在打官司，不要涉及太多政治。所以他就柯文哲就讲话，从那一天讲话以后就比较谨慎。然后后来他有出庭出好几次，他就穿西装了，各位可以看到，就比较中规中矩，比较这样。那这是一个观察了。我跟朋友讲就说我们看在台湾像这种丢来丢去的，你要得罪北检，那我就一直跟你抗告。如果这回又裁，我又继续抗告，他就一直跟你。柯文哲曾经被这样过嘛，所以你为什么台湾的司法的相信度那么低？不相信北检的有将近60%了，50%几。那一个地检署被人家这么不信任，其实是很可悲的那因为它里面很多作为超乎常态了。好，那我来讲什么叫超乎常态呢？你可以看林佳龙去的捷克这捷克这国家。他的参议院跟众议院的议长都曾经到台湾，而且到立法院去演讲、去拜访。那他跟中国大陆是邦交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去了，然后在那边参加公开的活动。那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说，王毅也去啊，对不对？王毅12号到16号去了3个国家，也在附近啊，都欧洲这些国家的附近啊，怎么会这样呢？那这个其实就。很有蹊跷，各位朋友记得这次在大罢免之前我们大罢免是726跟823，6月我们就传出来了去年1月13号萧美琴赖清德这一组当选了，萧美琴就跑去捷克访问，结果呢就号称中国大陆派人跟监，还要用车撞他的车，那这个消息一直没有出来，到今年6月才出来，隔了15个月突然出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要大罢免，要制造一个氛围，中国大陆一直在打压、在破坏我们，甚至要开车撞我们的萧美琴。然后所有这些罢团的这31个人31个团体因为国民党要被罢了，有31个团体，纷纷出来要求国民党，你们这31个人给我表态，你们是支持共产党这样做，还是你们应该在国会我们通过一个谴责案？那国民党这些人不为所动然后他们就说，你看。到现在7、8次都有被国民党拒绝来做这个谴责案的表决。好，那我跟各位讲，以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这个案子根本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就是要丢出来做筹码的。如果萧美琴那时候是被跟监，那时候的总统是蔡英文，那时候早就应该讲出来了，对不对？那以现在的科技，因为他说那是捷克的军情局告诉我们有一个报纸登嘛。这种我告诉你，这些国家的报纸很容易，你会写出一些东西那写出来就是我要出口转内销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操作，包括林楚茵说我在法国被跟监，你怎么知道不是《镜周刊》在跟你？是吧？对不对？沈伯洋说，我出门就有一个照相机，那是大家都知道，摩托车很多人都会装这种。路口那个监视的嘛，对不对？都会有嘛。行车记录器对啊，所以很多人都不懂。那不懂你就把这东西讲了，自己很重要。中国大陆都在跟监我，那我其实不太相信那不太相信。你如果真的捷克的军情局他出来证实，可以你拿出影片给我看你拿出影片，以现在的科技一定有影片嘛。萧美琴，中华民国副总统当选人去那里。他全程会有维安有时候东西不管有没有怎么样，一定有被录影到嘛。现在什么东西都会有录影来作证，对不对？那我觉得说这些东西，它就是要制造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就是说，你看我们跟中国大陆现在又开始，他们在跟监我们，他们在做怎么样的事情？那这个情况其实对台湾来讲，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们每天枝枝节节都在做跟中国大陆的缠斗。对台湾来讲，最重要就是关税，没有错。卢特尼克讲的是一样，他讲的重点在哪里？我告诉各位，他先警告韩国说，韩国你只有接受的份，因为日本已经接受了，它的内容在这里。
日本已经接受，你已经没筹码了，你韩国现在就给我接受。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态度多强硬？3天前他把韩国在美国工作的那些人抓一堆，一整飞机送回去，态度很强硬，这些都是一个政治的动作，你知道吗？他说你们可以，你们这些非法外劳可以不用回去。韩国总理，你打个电话给我就可以了。你那时候跟我讲一下，这些人就不会被遣送。这些人将近500人，你知道吗？非法的，而且他们这家公司是去美国投资，花很多钱，结果美国把他们的工人说你们是非法，把你送回去。所以他在讲什么？他讲就是，韩国都这样了，你只能听话。那台湾呢？台湾除非你拿多少钱来投资，绝对是这样的。因为瑞士被我们克39%，他同意在这边投资一家黄金的那个精炼的提炼的公司，所以台湾下来一定要承诺一个很大的东西。是，来，谢谢董哥。接下来赖老师。赖清德现在的困境是在于他每天说什么就被笑什么，不管是年轻人自己做的酷舍或者是这个新媒体，或者是任何，你会发现现在的情况是赖清德他每天出来讲话，然后就被嘲笑，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威信完全消失了，完全台湾的年轻人也好，老百姓也好一般的普罗大众也好，都认为赖清德你不具备有领导力，你不具备有威信，你已经是一个跛压的一个总统。虽然你还在位置上，但是我们瞧不起你。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悲的事。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去年选举刚结束，选完了以后，我们看到国民党成为第1大党，然后民进党成为第2大党，赖清德就要全盘翻桌，所以推动第1次跟第2次的大罢免，2次都输。都输了以后，意思也就是老百姓认为说，你怎么可以推翻我去年的决定？你要否定我，所以我站出来更加的否定你。那一般来讲，在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运作中，也就是说，老百姓对你正式提出不信任案了，就我不信任你。那因此我打你的脸，打你的脸。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这个推动者，也就是民进党也好，赖清德也好，还有那些推动者，他们应该要负责任的。那政治人物负责任就是下台一鞠躬，但是他还要在位置上，他说我负责，然后接着所有的媒体就问说，那你怎么负责？负责就是在位置上继续干总统。那老百姓就说原来是这个叫做负责啊。那以后每个人就说什么是我扛，什么是我负责？那负责怎么样？我继续当我的董事长，我继续当我的总经理，我继续当我的将军我负全责，但是我位置继续干，那这就是我负全责了，因为我要把事情做完嘛，我要把事情做好，我要把我的任期做完，所以他就被年轻人说原来负责就是官继续当，这个时候开始被嘲笑。你看他从开始被嘲笑到今天，我相信他明天还是会被嘲笑，他只要一出来讲话就被笑，任何讲任何话被笑，所以他要被笑到卸任为止。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总统已经当得很苦了那不过他不以为苦就好了。如果是我就觉得很苦了，因为当不下去了我每天都被年轻人笑，我真的当不下去。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人的优点就是，即使天天被笑，他还是好官自我当。我就想起我在当兵的时候这个有那个在部队里面常常有这么一句话流行的，叫做一皮天下无难事。原来皮到底就可以，这点还不错。你要一皮天下无难事，意思也就是我再也没有羞耻心，没有廉耻心，因为我要皮到底嘛这一点就是赖清德了不起。另外，这个您刚刚讲到萧美琴，您知道捷克是仇中反中的从行政部门到国会，如果他真的要被撞，那这个是大事。捷克绝对会想办法把这个事扩大，要欧盟出来仇中反中。结果捷克没有声音嘞，这一点就不对劲了嘛。那捷克的安全部门是吃素的他们的这些国安部门，他们的警方都是吃素的。萧美琴说我要被撞了，结果捷克竟然没有人出来负责任，没有人出来承认，那这点这个很有问题还有林楚英他们说沈伯洋说
立陶宛也是仇中反中的，是已经降到那个代办的一个职务了。他的旅馆被有人侵入，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没有证据，没有人去，这个也不合理吧？然后林楚茵说他去巴黎吃饭，就有人跟监，你真是特务出身的，不然你怎么知道你是被大陆跟监了？大陆把他的身份证写在他的脸上，贴在上面，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务，我在跟监你，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是跟监你啊？没那么重要啦，你们都没有那么重要啦。其实不要把自己抬高到这么高，没那么重要。是，来请教舰长。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啊，也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讲到赖清德总统他的团队啊，到部队去进行演讲的准备，实在是不如蔡英文总统啊。不是我在挑拨啊，而是我们想一想，当初蔡英文总统第一次到部队里，他讲了什么金句啊？他讲的可是啊，油漆跟割草不会让部队变得更好。然后大家就哇，那个所有的部队都是跟长官讲，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油漆跟割草？油漆跟割草。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赖清德总统，他到这个三军的士官的新生，联合开学典礼啊，那去讲话。他讲的是什么？他其实一直在讲什么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这个没有同理心啊，所以我就举出刚刚蔡英文总统讲的，你应该要可以编一编嘛，对不对？就是应该要那个把预算编好，我们大家才会好好的干嘛，对不对？你这个讲的你在讲的时候要打动别人，不然难道你是到部队里头去进行团结国家10讲的第5讲吗？那而且你讲来讲去，你讲说那个我们与民主阵营站在一起，大家有感吗？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而且呢，他说在对等尊严的那个前提下，台湾愿意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我们想一想啊，现在我们几乎就等于两岸像是中断一样，真正最受伤害的是大陆吗？还是我们台湾？我们有多少这一些餐厅，有多少这一些游览车的司机大哥，有多少的这一些这个领队导游，通通都在转业。然后也就是说，其实最受伤害的是我们啊，那应该我们赶快去跟人家谈啊。而且现在又讲到说，我们的陆委会主委啊，那个进入美国国会，要不要先告诉我们大家？做这件事背后有没有经过游说？那如果说这样子，大家讲说，我们台美之间啊，坚若磐石啊，那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这一个去谈关税可以谈成这个样子？现在又放出了新条件在里面呢？那也就是232关税的部分呢？那我们又要投资多少钱呢？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台积电要去设几个厂，或者有什么附带条件呢？那也就是台美的关系根本不像大家讲的坚若磐石，而是建立在钱的基础之上。